今天我们来聊聊4亿中国人神秘消失的谜团。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许多地方人烟稀少，热闹不在。以往人潮汹涌的城市街头，如今变得冷冷清清。往年熙熙攘攘的商场和地铁站，现在常常空荡荡。就连一向人满为患的春节旅游景点，平日里也少有人迹。一些偏远乡村更是门可罗雀，很多村子只剩下零星的老人在留守。人们不禁要问，号称14亿人口的中国人都去哪了？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以前村子里红白喜事此起彼落，孩童嬉戏打闹不绝于耳，如今村里却长期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几乎每隔几天就响起一声丧钟。他不禁怀疑，我们国家真的有14亿人吗？如果真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村里也没人，城里也没人，大家都去哪儿了？同样的疑问在城市居民中也越来越多见。一位在上海的房东感叹，90年代中国10亿人口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如今官方说有14亿，可大街小巷反而空空荡荡。许多曾经挤破头才能租出去的公寓，如今挂着降价的牌子也乏人问津。这种种反常现象让人不寒而栗，难道真有数亿人口在人间蒸发了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快速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变迁的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约为5亿，此后几十年保持高出生高增长，一路攀升。到了1980年前后，中国人口突破了10亿大关，随着计划生育等政策介入，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但总数仍在2010年前后达到了14亿左右的顶峰。表面上看，人丁兴旺的局面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其实在高峰的背后隐藏着危机的伏笔，生育率早已在悄悄下滑，人口老龄化也开始显现苗头。换言之，中国的人口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长期累积的趋势终于在最近被引爆。第一个线索来自人口自身的变化，也就是出生率的大跳水。中国这些年的人口出生率骤降到令人啧舌的程度。过去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很少见到人口自然减少，可如今即便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乱，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却直线下滑，跌破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低点。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还有1700多万，然而短短几年后，到了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只剩下约950多万，也就是说，不到10年时间，新生儿数量几乎腰斩。而根据最新的统计预估，2023年全年的出生人口可能进一步跌破800万，大大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这是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在战火纷飞、百姓颠沛流离的抗战年代，每年的出生人口都不曾低于1000万。然而在和平时期，物质充沛的今天，新生儿却少得比战争时还惨。难道我们遇到了比战争更可怕的敌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经强制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好。那时候人们想尽办法躲避检查，也要多生孩子，导致官方不得不夸口说少生了4亿人。可是如今，国家放开到3胎，甚至提供各种奖励，年轻人却更加不愿意生了。此外，计划生育年代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也带来了严重后果，性别比例长期失衡。许多家庭为了传宗接代而选择终止女胎，导致男孩出生数长期远高于女孩。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足足多出3000多万人，这些难以找到配偶的光棍意味着上千万个家庭无法组建，进一步压低了出生人口。多子多福的婚育观念彻底颠覆，高昂的养育成本、激烈的竞争压力以及年轻世代追求个人生活品质的观念，使得许多适龄夫妻选择丁克或延后生育计划。人口学者发出警告，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中国的人口将加速萎缩，甚至在本世纪末跌回4亿左右的水平，这相当于倒退回100年前的人口量。然而，出生率骤降带来的是缓慢的人口凋零，并不足以解释为何短短几年内，城市和乡村都突然变得如此冷清。人口老龄化和自然减员虽然让总人口数开始下滑，但不至于在1-2年内出现人间蒸发般的场景。如果说中国人口正在走下坡路，那也该是一个逐年下滑的过程，不会让人们猝不及防地感到人都不见了。
那么，真正让人口出现断崖式消失的元凶是什么？答案往往指向了一件影响全民的大事，那就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一系列政策巨变。2020年初，新冠病毒突然降临中国，起初各地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防控措施，用封城和严格隔离将疫情压制在局部。然而这种清零策略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3年后，在2022年12月，在民众强烈不满甚至举起白纸游行抗议封控的压力下，全面解封，防线瞬间撤除，早已等待多时的病毒如洪水决堤般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几乎覆盖每个角落的感染潮，医院挤满了高烧缺氧的患者，药店的退烧药和感冒药被一扫而空。特别是广大的老年人，由于长期缺乏自然免疫，加上疫苗加强针接种率不足，在这波疫情中成为最脆弱的牺牲品。许多家庭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多位长辈。有地方的网友发视频说，他所在的村庄2-3天就走一个人，白事一场接一场。试想，全国有数十万个村庄，如果每村每隔2-3天就走一人，那意味着什么？粗略估算，一个村一年可能要死掉150人，全国70万个村庄加起来，一年就是上亿的死亡人口。当然，这只是一种推算，但当时殡仪馆爆满，排队火化的景象证明，死神确实在那个冬天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在城市，火葬场的焚化炉日夜不息，仍然应接不暇。北京、上海等地甚至临时增设了焚烧设备来处理堆积如山的遗体。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地殡仪馆门口长队的照片和影片，显示一辆辆运尸体的车辆大排长龙，家属们手捧骨灰盒等在寒风中。广东一个小县城的殡仪馆员工拍摄视频透露，他们县只有30万人口，但在解封后每天都有数百具遗体送来火化，冷藏柜都不够用。英国《卫报》等外媒在2023年初的报道也证实了类似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各地的殡仪馆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繁忙，很多地方火化不得不排队预约。据一些殡葬相关企业透露，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火化炉设备的需求突然暴增，厂家加班加点生产仍供不应求，有的地方甚至一度出现棺木脱销的传闻。这些侧面信息都印证了死亡浪潮的汹涌程度。那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波疫情中丧生？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知确切的数字。中国官方最初只承认了几万例死亡，后来在压力下公布了一个数据，从2022年12月解封到1年1月中旬，全国医院内累计有约6万人死于与新冠相关的疾病。然而这个数字明显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它只统计了医院的死亡，且时间范围不到1个月。在这短短几周里，许多未及送医的老人和来不及做核酸检测的人都不算在内。而更加可疑的是，2024年中国民政部在公布最近2年的民政统计时，竟破天荒地未提及遗体火化的数据。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人口分析人士的警觉，因为历年民政年鉴都会公布火化遗体的数量，独2022年至2023年的数字消失了，很难不怀疑是真实数字过于惊人，以至于当局决定干脆隐瞒不报。这并非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庞大的伤亡秘而不宣，上一次人口出现剧烈下降是在1959年至1961年所谓的3年困难时期。后人估计那场大饥荒导致3000万以上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但当时政府对此噤若寒蝉，直至几十年后才零星承认那段历史。此后文革等内乱造成人员伤亡也是语焉不详，乃至近年河南暴雨、铁路事故等灾难的死亡统计也常被质疑瞒报。由此可见，在某种维稳逻辑下，隐瞒灾难真相仿佛成了一种惯例。尽管官方晋升，民间还是能通过一些侧面数据窥见冰山一角。比方说，根据殡葬行业内部流出的资料，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疫情高峰期间，全国火化遗体的数量比平时暴增了数倍。有分析以2019年的数据做参照，发现当年中国约有1000万人去世，平均每月火化约43万具遗体。而在疫情最猛烈的那3个月里，
月均火化量飙升到平时的9倍左右，累计约1161万具。如果再考虑当时仍有不少遗体在农村以土葬方式处置，3个月内全国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500多万。这还只是一次疫情浪潮中几周内的损失。有人进一步推算，如果包括后续的感染潮和清零期间被间接拖垮的病患，全国因疫情去世的人数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有网友大胆估计，新冠3年间中国至少死去了5000万人口，这几乎相当于整个韩国或南非的人口总和。这样的灾难却几乎是在缺乏公开记录和悼念的沉默中发生的。更耸人听闻的说法也在坊间流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在2023年初就声称，中共掩盖了疫情真相，中国已有4亿人死于新冠，最终死亡人数会达到5亿之巨。4亿人，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相当于1/3的中国人口烟消云散。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许多家庭在疫情中全军覆没。然而如此惊世骇俗的说法，官方当然绝口不提，许多人也难以相信。尽管如此，它的流传本身就说明了民间对人口锐减的恐惧和猜疑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即便李先生的数字有夸张成分，但他点出了另一个真相。这场灾难之所以如此骇人，不仅在于死亡人数庞大，更在于当局的隐瞒与冷漠使灾难放大并延续。除了疫情直接造成的大量死亡，失踪的中国人还有另一部分是从纸面上抹掉的人口泡沫。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一直缺乏透明度，地方虚报人口的现象也时有耳闻。比方说，有的基层政府为了争取更多资金和资源，可能会夸大辖区内的人口数，结果全国人口的总数在纸面上被垫高了。一位长期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易富贤先生曾指出，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存在水分。他利用官方的一系列历史统计推演出2016年中国实际总人口可能只有12亿8千万，比当时宣称的13亿8千万足足少了1亿多。易富贤的研究显示，中国过去多年计划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其实早已让人口规模在未来提前见顶乃至缩减，但各级政府基于利益驱动，对此避而不谈，甚至继续报喜不报忧。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一次意外的资料外泄。2022年7月，一个名为 ChinaDan 的骇客入侵了上海公安部门的数据库，据称获取了约9亿7千万名中国公民的个资档案，并在网上兜售。随后，有记者抽取其中样本，打电话核实，发现多数数据属实。有专家指出，公安系统的全国人口信息库理论上涵盖所有持有身份证的公民，如果真的只有9亿7千万笔资料，那与官方14亿总人口相比，少了超过4亿人。当然，这份骇客资料的可信度和完整性仍有争议，可能有部分人员数据未被囊括，或者包含已故人员未剔除等等。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视角：中国的人口真实数字也许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低。到了2023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演讲中语出惊人的表示，中国的人口实际上只有9亿，他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引发各界揣测。有人认为这也许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泄露，也有人觉得可能是故意的舆论攻势。不管怎样，当一个了解中国事务的国际政要公开提出9亿人这个说法时，更加重了外界对中国人口真相的怀疑。事实上，早在疫情之前，就有零星的研究质疑中国14亿人口的可信度。例如2018年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根据中国的粮食产量和进出口量推算，中国养活不了14亿人，实际人口可能仅有8亿左右。另一篇俄国分析文章则从城镇化率着手，中国各城市公布的人口相加大约是 2.8 亿人，如果这大致占全国60%左右人口，那总人口推算也是不到8亿。2019年时，日本也有研究者提出过类似估算，他们根据中国每年的食盐消耗量约600到700万吨来测算人口，结果也只有8到9亿。尽管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例如粮食和食盐的消费还会受进出口、工业用途和储备等因素影响，然而不同背景的人用不同途径得到的数字却惊人的相近，都远低于14亿这道官方宣称的门槛。这不禁让人怀疑，
中国的人口数字是否已经多年虚高，而疫情不过是揭开了这层虚幻面纱的一场冲击波。值得一提的是，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总人口已在2022年出现60年来首次负增长，比前一年净减少约85万人。到了2023年，这一下降趋势延续，人口又减少了100多万。然而这与上述推测的千万乃至上亿级的人口缩减相去甚远。如果民间估算更接近真相，那么官方数据至少隐瞒了数十倍的降幅。面对这样诡异的局面，我们不禁追问，没有战争硝烟，没有天灾陨落，那么到底是谁或者什么夺走了这几亿中国人的生命和未来？是肆虐的病毒在作祟，还是决策的失误在人为？亦或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比如对真相的隐瞒和对人命的漠视？如果从自然角度看，这或许只是一次残酷的瘟疫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悲剧。然而如果换个视角，人祸的影子无处不在，从最初对疫情的轻忽，到一刀切的极端风控，再到事后的放任自流和数字造假，每一步都让灾难的伤害成倍放大。我们仿佛看到一只无形的黑手在暗中主宰着人口的命运。这只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人类自己，正是我们的短视、骄傲与冷酷，最终导致了这场人间悲剧。综合各种迹象，我们或许可以描绘出一幅更接近现实的图景。也许中国的人口在疫情前就没有14亿这么多，可能实际上只有13亿甚至更少。而在疫情3年的冲击下，又有上千万乃至数亿人口折损。1减1加之下，如今中国人口或许只剩下10亿出头，甚至更低。如果真是如此，印度很可能早已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1人口大国，只不过中国方面没有公开承认罢了。如果中国真的蒸发了几亿人口，那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巨大的。首先，劳动力规模将大幅缩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享受了人口红利，充沛的年轻劳动力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现在，这个红利正在迅速转变为人口负债，年轻人少了，老年人多了，社会抚养负担加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年轻人则选择用脚投票，干脆移民海外谋求发展。在网络上，这股逃离中国的风潮被称为润，意指润滑油的润，悄然离开之意。自2022年起，各种移民咨询在中国互联网上激增，资金和技术雄厚的中产阶层纷纷准备出走。虽然与14亿人口相比，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移民数量并不算庞大，但失去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创业精神和财富积累的精英人群。他们的离开不仅让国内本就缩减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也带走了未来可能在中国孕育的家庭和孩子。这些隐性的损失同样值得关注。尤其如果疫情期间大量老年人口离世，那么短期内养老金支出压力似乎减轻了，但长远看，劳动年龄人口也受到病毒长期后遗症等影响，整体劳动参与率可能下降。加之严厉防控和疫情冲击，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倒闭，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2023年，中国官方甚至停止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引发猜测当时数字已超过 20%。 这一系列经济异象或许都和人口的巨变脱不了干系。其次，内需和市场规模也会收缩。中国一直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支撑，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如果实有人口减少几亿，那意味着潜在消费者少了几亿，从买房到买车，从食品到衣物，整体需求都可能下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物价出现通缩苗头。当买东西的人变少，卖东西的人自然要降价求售，房地产市场更是直接受到冲击。本以为14亿人口需要无数房子，如今人口真实数量远低于预期，现有房屋已经过剩，各地频现鬼城，年轻人又减少，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未来房价和建筑业的前景都变得暗淡。再者，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需格局也随之改变。一方面，适龄学龄人口骤减，导致校园里学生人数锐减，很多小学、中学被迫合并，有的大学也面临招生不足的压力。像成都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就关闭了70所幼儿园，
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幼儿来就读，妇产科医院和月子中心的业务大幅下滑，甚至关门转型。而另一方面，老年医疗和安养机构的需求却在攀升，只不过随着大量老人的离世，未来几年养老产业可能也会出现人数锐减的拐点。可以预见，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正经历一次空前的动荡和重组。最令人揪心的还是社会心理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不妨设想一个典型家庭的缩影。小明今年40岁，生活在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疫情前，他家中有年迈的双亲和一对可爱的儿女，一家6口其出乐融。岂料新冠来袭后，2位老人先后感染离世，连带着家中另一位多病的亲戚也因为封控期间延误治疗而不幸去世。短短几个月内，小明就失去了3位至亲。原本逢年过节热热闹闹的团圆饭桌，如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触目伤怀。更让小明感到迷茫的是，经此一役，他和妻子打消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经济不景气，抚养成本高昂，再加上心理上的阴影，让他们决定将全部精力放在现有的一双儿女身上，不再考虑添丁。小明注意到，附近邻居里像他这样失去长辈又不敢再生的家庭不在少数。小区里幼儿园的学位空了一大片，取而代之的是新增了几家养老护理院。许多时候，他走在小区里，感觉孩童的笑闹声稀疏了，而电梯间张贴的讣告却频繁了。这不是任何夸张的小说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成千上万中国家庭中的场景。每一个小明家庭的变化汇聚起来，就是整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大改变。千千万万的家庭在近年中经历了至亲离世的伤痛，有的人一下子失去了父母，有的老人丧失了唯一的子女，更多刚出生的孩子将在没有祖父母的情况下长大。3年疫情带来的生离死别规模之大，也许要等很久以后才能被完整记录。因为当局对公共哀悼的压制，许多逝者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致敬与纪念。对幸存者而言，这无疑又增添了一份心理创伤。当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整个民族将不得不直面这段被集体压抑的悲剧记忆。从国际角度看，中国人口巨变也将改写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版图。以往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如今劳动力缺口可能令制造业成本上升，而市场萎缩则让跨国企业重新审视他们对华投资的前景。一些外资企业已开始将供应链转向人口更年轻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长远而言，中国人口减少对全球粮食、能源需求也有影响，可能缓解部分资源压力，但也可能因经济下行而引发新的金融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所有关于中国人口大幅缩减的说法，都还停留在推测和推演阶段。由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存在不透明和选择性公开，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精确的答案。或许4亿这个数字有所夸大，实际消失的人口没有那么多，也或许真相比我们想象的更糟，只是被层层谎言掩盖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而这场危机的部分真实情况正如沙下冰山，隐约浮现，但尚未被完全看清。想象一下，如果有朝一日官方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口只剩10亿上下，那将震动世界。然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能透过各种蛛丝马迹去拼凑图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大变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年轻人也许会问，我们这一代要背负如此沉重的人口老化包袱，还有怎样的未来？中年人则可能担忧自己年老时是否还有人照料，养老金能否保障，整个社会需要为一个可能更小但更健康幸福的人口结构做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视现实，不再对人口问题讳莫如深。人们常说，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4亿中国人神秘消失之谜，真相比你想的更可怕。可怕的不仅是数字庞大，更在于它折射出体制的缺陷与人性的悲剧。一场没有硝烟的人口浩劫正在或者已经发生，而我们正身处其中。或许多年以后回首，这段时期会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人口骤减的黑暗岁月。希望到那时，教训已经吸取，生命的价值
能被更好的守护。愿未来不再出现如此沉痛的消失之谜，愿每一个生命都被这个国家温柔以待。